这一集的那个主题啊是潮州粥啦。配菜我们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做阿三鱼。阿烧鱼，你这边有卖吗？有啊，991次了。为什么？工很多嘞。听说那个鱼也是有很多骨的，是吗？对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你也可以腌咸的螃蟹。你是说直接浸泡在那个老抽里面啊？当时的人是蹲在地板上还是长凳上？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哈，蹲在新加坡河旁吃这个潮州粥。哇，给我吃的。哎，Hello bro，哎，坐。这一集的那个主题啊是潮州粥啦。对。在那之前我要先问你哈，你是不是哪里凉你就哪里做？有时候，那你就应该是潮州人。那你可能就是潮州人。所以我看一下你准备给我的哈，潮州粥一定要有粥。对 ，Of course， 那个手冬我最喜欢吃手冬的。跟我说这道菜背后的那个含义。潮州粥基本上的东西，比如像咸菜、腐乳、番薯、鱼饼，我就把全部的材料把它塞在那个速冻里面，再拿去清蒸。哦，OK， 那我就不客气了哈。感觉就是啊，你就把潮州粥的所有熟悉的味道，全部都在一口当中。对了，你的粥上面我们也是放了一点点的 sesame。很好。哦，它上面有那个腐乳的那个味道啊。对。那潮州粥啊，对你来说啊，有什么意义吗？其实是很大的意义，因为我从小呢在巴萨长大的，我都很喜欢吃潮州粥。在2010年的时候，我在咖啡店卖法国餐，每次做到很晚，凌晨1点都找不到食物，竹街那边有一个潮州粥，所以每晚呢放完工都会去那边吃。对我来说呢，是一种 personal 的 comfort food。所以我们这一集呢，找你来还原呢，我觉得是最贴切不过了。谢谢。那我相信这一集呢，你会把它做得很好。我尽力。老板，哎，Hello，你好。你好，还好啦啊？还好。我曾经访问过老板，他是第2代掌门人，他的爸爸呢，1930年呢在潮州街那边呢卖潮州粥，然后在1979年呢他就搬到那个 Wayang Street 旧同济医院前面啊，87年呢他就搬去 Ellenborough Street。大约97年呢，才搬来这个牛车水熟食中心。来。哇，一大早哈就要吃那么丰盛的东西啊！真的。你有问题吗？我有很多问题要问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老板，这一道菜呢是什么来的？我知道。OK， 你讲。这道是猪肉腌虾酱，这个是那个金煎肉的嘛，对不对？金椒肉。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金煎肉吗？不懂为什么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早年哈，这个潮州粥啦，除了潮州人吃之外，还有福建人有吃嘛，还有土生华人。所以呢，早年呢那些摊贩们就讲说，又要做几道哈有南洋风味的配菜啦，比如说有这个金煎肉啦。哇，我跟你讲，我肚子很饿了，我要吃先啊。OK， 你吃。那老板，现在的潮州粥啦，跟早年的潮州粥啊，有没有很大的差别呢？很大的差别了，以前的食物的材料都没有去了。哦，以前的阿三鱼现在很难找到。现在我看啊，你还有这个卤水拼盘哦。那以前的会不会来的比较多样化？以前多，像卤大肠、卤粉肠、卤猪舌头，还有卤猪头皮啊，整个猪头放进去呀。整个猪头就对了，它已经
去掉骨了，剩下整片这样啊。就是一一个片 mask 一个 mask 这样，一个 mask 啊，对，一个 mask 这样。连耳朵都在啊，那个时候。OK， 吃潮州粥的时候啊，很多人都会吃鱼的，他们就会把这个鱼哈叫做这个鱼饭。你知道为什么叫做鱼饭吗？不懂哎。因为早年呢，在那个潮汕地区啊，很多渔夫出去捕鱼，对不对？一出去呢就是好几天，然后他们在海上啊没有办法冷藏那个鱼嘛，所以他们就用那个海水呢，就把那个鱼给煮熟了，就可以保存的久一点。因为他们没有饭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大量的吃这个鱼嘛，所以呢也就把它叫做这鱼饭。以前的鱼饭他们是没有剥开的肚子的，就是那些内脏都还在，那一间还在。调味方面就是只是用盐而已啦，只是用盐而已，就是要代表你的鱼有新鲜。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已经有把肚子弄干净。是，所以这个就不算是正宗的那个鱼饭呐，所以这个是叫做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叫蒸鱼嘛。对。哦，就是叫蒸鱼而已哈。以前吃的杂咸有什么和现在不一样的？杂咸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咸的，比如说咸菜、咸蛋、咸菜。现在很多是没有了，好像豆酱姜、贡菜，还有酸甜姜片。OK。黑甘蓝。OK。炒菜煲丝，还有潮州话叫辣椒。你讲的辣椒就是酸甜桥头。酸甜桥头。OK。以前在巴萨有人在供应，所以你应该可以买到。现在除非你去找到一些超市或者可以买到。特别的批发商，对吗？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要还原的哈，就是古早味的潮州粥啦。然后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们先从杂咸来说。现在你可以腌薄壳了。薄壳是吗？什么来的？是一种海鲜，也是很小个的哈。小粒的，对。你也可以做那种菜脯丝，用甜的菜脯切丝，炒一点糖，加一点辣椒酱。配菜我们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做阿三鱼，以前用的鱼叫做鱼干石兰案，现在是难买到了。你也可以腌咸的螃蟹，螃蟹是什么螃蟹？300克到400克的肉蟹，你先把它腌在豉油里面。生抽还是老抽？老抽。你是说洗好了直接浸泡在那个老抽里面啊？腌它多久啊？最少2个小时啊。OK。然后你要把它砍碎，切成一堆了。然后淋上蒜泥醋，滴点鸡油，然后加上花生糖。大致上，我觉得这几个 suggestion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啦。潮州人说煮粥要有山有海，说山比例就是那个米，海呢就是那个暗啊，一定要把米粒煮到开花，不要煮到它烂。连古早味呢和现在煮糜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方法？假如是老米的话，你就难煮啊，难熟。你假如用新米的话，它很快就烂。所以老少参半是不是？那个比例是多少？以前的比例啊，应该是新米是2，老米是1。然后煮的整个过程呢？这个一定要等到水滚，水开了之后，你才放米下去，一定要去搅它。你假如不搅它，它不会出米浆的，它会粘锅。OK。说那个水和米的比例一定要抓到很好，不然那个暗还没有出来，你的米就已经烂了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就看这办了。好，老板，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啊，谢谢你。龙头船载我漂泊到他乡，离家千里，我内心有无限的牵挂。唉，这红头船呢，就是当年啊，广府人、客家人还有潮州人呢移民南下的这个交通工具。店家 Jack 呢就请了这个潮汕的这个画家呢，用了2个月的时间呢绘制而成的。然后这幅油画呢就描绘了他人生的3件事：一呢就是他的老家汕头；2呢就是他打拼的地方新加坡；而3呢就是他推崇的潮州美食。讲得太好了。你谁呀？我就是 Jack。哦，你就是 Jack。
我们都知道啊，潮州人呢是最喜欢吃这个粥的，而且潮州人煮的粥啊，特色呢就是它的米啊是粒粒分明的啊。那我现在看过去啊，这2锅粥大致上。唯一的分别是一锅比较大，另外一锅比较小。你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是泡饭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海鲜砂锅粥。所以在原乡这个是很普遍的。普遍对，特别是在晚上，他们就喝点什么暖胃。有那个粥的那种香气。这个粥呢，我一喝下去，哦，我觉得那个味道啊，鲜甜。对，它真的不是那种所谓的重口味，你知道吗？一切都是淡淡的，不过淡中有味道。所以你的汤头不单单只是白开水吧？就是很简单，放点鸡骨，再放一点猪的叫什么大筒骨，那种一条条那种骨头，然后就先给它飞完水之后，就给它慢慢熬几个小时，然后我们收起来。然后等有客人要订砂锅粥的时候，我们就用生米，然后加一点水跟这个汤底来一起 mix， 直接在里面煮个20分钟到30分钟大火，给它熬到那个我们说有那个暗出来，然后再加入我们的海鲜食材。这个是我们的泡饭，这个汤底跟粥的汤底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只是这个再放一些煮好的米饭丢到里面，在汤里面给它 mix 一段时间，然后把那个米再捞出来，目的是为了让它的这个汤更粘稠。我们说暗嘛，泡饭我们加了什么？就加了一些 T-bone， 还有一些拿那个饭放油，然后去炸，我们叫炸米。所以这米粒的那个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啦。这个是煮好的那个米饭，这个是生米煮成熟饭。对，生米粥，这个是煮好的米饭加那个炸米一起。泡饭啊，在原乡也有嘛？比较多是我们在家里，在外面卖的应该很少。其实呢，吃了你的粥之后呢，就不难发觉到，其实潮州人吃东西啊，他们是比较喜欢清淡的，他们很重视那个原食材的那个原汁原味，就让那个食材把它该有的那个味道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我们现在去拜访的这个老字号啊，有90多年的历史，我相信啊，他有很多资料跟我们分享的。Thomas Jeremy， 哎，你们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，你好。你们的这个生意啊，什么年份开始的？这摊生意啊，是以前我叔公创办，他是从潮汕来到新加坡谋生。1920年到30年代吧，就开始做了这个潮州粥。他传给我公公，之后传给我爸爸。我是80、90年代出来帮忙我爸爸。当时是在阿米马街啊，必须那边Hawker Center 里面。到1998年才搬到这里来。现在我儿子跟我一起，所以他就是你的接班人了啦。呀，对。所以我们要先从哪一个？有可能这个。这个吧。各位老板，卤水以前是不是有用内脏呢？以前有用内脏啊。以前有大肠啊、粉肠啊、大肠头啊、猪肺啊。为什么现在你没有卖卤猪内脏呢？因为老实说了，是很多工啊，要另外煮一锅，因为它有点骚味嘛。对，你不可以跟豆卜啊、豆干啊、扣肉一起煮，味道会怪怪啦。话说回来，我觉得你的卤水好像是蛮有味道的哈。差不多是70、80年。原来好像是80年的老卤水。我们的卤水是每天要放一些南姜，一些冰糖、盐啊，还有黑酱油。我觉得我们还原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个卤水拼盘。可是呢，我们就不用做什么卤鸭还是什么的，我们就做那个卤水猪内脏。好，然后你有80年的时间吗？我没有，我会有可能跟老板拿一点点。什么有可能？你直接就讲了嘛。没问题，我们拿你的半桶啦，好，半桶的卤水。OK， 下一个呢，其实呢，我们去吃潮州粥的时候啊，必吃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这个拜一。拜一我们是每天就会用白咖喝啊，马鲛鱼，把它的鱼肉弄出来，然后我们拿去搅。然后放调味料，我还有猪肉碎、冬菜、coriander、English celery、猪油，一口咬下去你就知道它的那个口感啊，跟那些所谓工厂做的啊是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对它的弹性，它的弹性，对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古早味的做法吗？对呀。
这个是虾煎蛋哈，对一个配菜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这个虾煎蛋是我们会买那个虾叫刷肉，跟它剁碎了。对，可是不要太碎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吃得到里面的虾。然后放了一些跟买差不多一样，还有 Start 是用什么 start 呢？ corn flour， OK，打鸡蛋下去就直接跟它煎出来，就好像蚝蛋酱啦。可以算是。可是这个虾煎蛋还有银鱼，现在也是很少看得到，对吗？银鱼现在没得找了。没得找的。所以那个是很古早的哈，啊，那个做法跟这个一样啦。一样，虾换成银鱼老板，那一条鱼是鱼饭呢？不算，这个是我们买来了，清理一下就直接这样下去蒸。白吹白吹鱼，我们潮州白吹啦潮州人叫白吹鱼。以前呢，鱼饭呢，我们潮州州都有卖，是从巴萨跟专门卖鱼饭的人订的。所以是有个 supplier 的啦。呀，现在很少看到了。真的找不到哦，要自己做了。他没有说完全没有吗？只是说很难找到吗？我们就一定要找到咯。 OK 啦 ，We try our best。 Not we。 me。配菜现在很少看得到的阿萨鱼，你这边有卖吗？有啊，99一次了。 991一次啊？为什么？工很多呢，又时间又长。我们以前阿三是用一竿子蓝牙，那个鱼是差不多这样大。现在比较难找了，所以我们就会用刺客鱼。 OK，我们就会切成一片一片，然后摆2层，in between 我们会有空间，这样它就不会粘住。如果我们是用那个死狼啊的话啊，还是要这样叠上来啦。对，那个鱼本身需要不用起囊，洗肚子就好。鱼鳃呢？鱼鳃要。哦，以前我们用咸菜叶包起来。整只鱼啊？整只鱼包了一条一条放在锅里面。听说那个鱼也是有很多骨的，是吗？对，可以吃。可以吃的。煮到它软。这样要煮多久呢？5、6个小时啦。阿三嘛，是不是要加那种阿三的酱料在里面？里面有蒜头啊、南姜、辣椒酱、阿三皮、一些黑酱油，放糖。那个阿三本身是不是要掺水跟它捏出来？不要那个种子啦。啊，对。这有可能就是受了土生华人的那个影响，因为在潮汕那边哦，没有吃这个阿三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还原这道菜，因为我觉得很有本地的这个色彩在里面，本地的味道是吗？以前啊，当时的人是蹲在档口那边吃的是吗？因为我们的摊位前面有一排长凳子，顾客点了小菜就蹲在那边吃了。你是说他们是蹲在地板上还是长凳上？下面就是那个一般那个沙里后啊，好像一个槽这样子，是不啊，是？对，给他们放骨头，吐骨头。哦，因为有很多那个鱼骨，所以以前的鱼骨不是放在桌子上的啦。不是。退的时候弄到你的。你是讲酱啦啊，然后酱啦啊，对，然后这样吃了，然后就这样啊。如果 N 不走会吐到自己。以前也是一定有蘸酱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也是蒜泥醋呀，还有豆酱跟鸡油。谢谢你们哦，谢谢你们的分享哈。我们古早味侦探呢再一次出城啊！这一次呢，我们有我们新加坡的美食专家叶荣生呢跟我一起啊，再一次出城啊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要介绍啊，就是跟新加坡潮州州啊相似的一种饮食文化，也就是香港潮州打冷。对，据我所知啊，其实香港这边的潮州人还蛮多的哈。哦，非常多，起码在700多万人口之中，占有100多万。因为那时候50年代呢，大量的潮州人过来香港找工作嘛，当然有潮州的饮食。原来如此，这样要像我们吃打冷哦，就跟我们的潮州粥是大同小异的事。就跟我们的煮文一模一样，只是这里的选择比新加坡多。OK， 这就是信哥。哎，新哥你好。哇，你好。我们这一次来啊，就是要吃这个打冷啊。新哥，你就帮我们安排一些比较经典的，我们就坐着边吃边聊，好不好？行，谢谢。没问题，我来。打冷、打啷这个名词的由来众说纷纭，其中一种说法是打冷是中西合璧的用语，打绕。意思是打个转，食客们必须兜转挑选预先煮好的不同菜品。打冷是流行于香港的一种饮食方式，也是潮州菜中的一个大众化分支。
泛指一般潮州14大排档所贩卖的饮食，也只去这些地方吃潮州菜。以桌面上的东西呢，这个呢比较像马鞍全席，因为新加坡的潮州我们每次都是一小盘一小盘的嘛，这个都是一大盘的啊。这个我知道是卤水的，然后这个鱼饭，然后这个是冻海鲜，然后内鲜就是生腌啊，还有熟食。这是什么来的？这个猴仔粥嘛，这个新加坡有吗？很少。吃下去哦。第一口它就很像我们熟悉的那个鱼汤，然后呢有那个姜那个淡淡的香气，还有扁鱼的那个味道啊，这个太好吃了，这个粥现在我的口腔里头啊都是那个蚝的那个香气在那边，而且这个蚝真的很新鲜，然后又很肥美，真的很肥。卤水的一定要揣这个鹅，一般像我们吃这个潮州粥呢是不会吃到有鹅的。这个卤水鹅三宝，就是鹅里面最贵、最好吃的3种东西，就是鹅肠、鹅肝，还有这个鹅背。这个肉比较滑一点，不会太肥，也不会很瘦。鹅的那个味道呢，经过这个卤水煮过之后啊，它的整体的那个味道比较淡，不过它有个芳香在那边。卤水里面有20多种药材，八角啊、花椒啊、甘草啊，什么都有。那我们要讲究它不要太咸，也不会太甜，要保留潮州这个卤水。我发觉到这边的卤水是比较清淡。我同意，因为新加坡的卤水呢的味道是非常的浓，其实用的药材是一模一样，但是分量特别多，还有就很咸，可能是我们天气的关系哦，咸一点的食物可以保存的比较久嘛。那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鱼饭啊，这个是大眼鸡。新加坡其实很难找到这个大眼鸡，其实这个鱼是没得养的，全都是海的。我们是用这个鱼汤低温来蒸熟的，不是蒸出来的。水管呢放下去，让它蒸10分钟、8分钟，那就可以了。要任何的蘸酱吗？这个虎林豆酱，沾了这个，你还可以吃到那个鱼肉本身的那个鲜甜那个味道。来到香港一定要吃奶牛蝦。在新加坡其实奶牛蝦是很难找得到，因为很难找到活的，我们就不可以用来做生腌嘛。再吃这个生腌再配粥呢，是个绝配来的，因为它非常有那个味道。那经过那么多年啊，这个打冷啊有没有任何变化呢？变化就很多啦。现在打冷我们有卖这个鱼翅啊、鲍鱼啊，比较高档一点都有。50年代、60年代都是咸菜菜脯啊，都是比较普通一点的。这个饮食文化真的就是一代传一代啊！年轻时来这里吃的，现在长大了之后有了孩子，这些孩子呢又带了自己的朋友，就这样子把这个传统的美食呢就传承下去。奇怪了，怎么那么冷清啊？难道咱们有包场了吗？我们的 Season 5 budget 可真多呢，又包场又出城啊 ！No， No， and all no。Oh， well 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来你们的店吗？原因很简单，我要找的是颠覆版本的潮州粥。你们这前3道哈，我怎么看了我都不觉得跟潮州粥有什么关系。最后一道，因为我看不懂它是什么，所以我就勉强做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我们餐厅主打是 Singapore Soul Food， 新加坡灵魂美食。这个是比较颠覆传统的 rojak， 这个是即将失传的美食，倒瓜包。这个是 braised 大菜，就是我以前外婆家常菜。那这3个我明白了，不过今天我看我该试的应该是这一份吧。Teochew pizza， 它的卖相非常的特别。这个是我们自家做一个粥，然后铺在热锅上，煎成锅巴，煎成香脆的，然后再把粥放在上面。因为要多层次的口感，我们就加了一点薏米，还有常见的潮州粥配菜，比如腐乳、卤鸭、番薯、芋头，一些磨成粉的咸鸭蛋，最后呢还淋上乳汁。那我就得试一试了啊！有 Teochew 的感觉吗？有 Teochew 的味道，不过不是 Teochew 的口感。
通常我们在吃这个潮州粥的时候啊，它会有很多水分在里头。不过这个就不一样，咬下去呢，它的口感呢不会让我想起潮州粥，不过有吃潮州粥该有的那些卤汁的味道啊、卤鸭的味道啊，所以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。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呢蛮有想法的，可以把一个传统的这个潮州粥啊，多种元素呢都放在一个中式的披萨上面，不错不错。谢谢。醉花林俱乐部呢是创立于1845年，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俱乐部之一。它见证了新加坡潮州人的社会历史发展。在这么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里头呢，就有一家主打精致潮州菜的餐馆。据说在里头我们可以吃到非常豪华版的潮州粥。陈师傅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乍看之下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桌面上的这些美食啊，既熟悉啦，又陌生啦。吃这个潮州粥啊，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粥嘛。这个是老菜谱干贝梅肉粥。老菜谱，你的老菜谱有多老啊？20年的老菜谱，因为这个食材真的比较珍贵，在外面很少了。我下次来未必可以吃到这碗粥。下次来未必可以吃到。哦，潮州人是蛮喜欢那个海鲜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就佩戴一些袋子啊，让它那个鲜甜味再出来。是，然后呢有那个干贝哦，还有梅肉啊。我觉得搭配的恰到好处，非常的均匀，没有说有任何一个材料呢是非常抢味的。潮州人呢一定是有那个卤水的菜肴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个卤水拼盘里头，这个是那个手冬嘛，对不对？鲜鱿鱼、大肠啊、猪手啊，还有鹅掌跟鹅翼。其他的鹅肉的部位口感比较差，所以我们没有用到。那个鹅掌、鹅翼的部位比较鲜嫩，比较好，可以吃出那个卤水里头的那种芳香。我们的卤水拼盘呢是带潮汕的口味，色泽比较金黄的。而且呢沾上这个蘸酱呢，我觉得是更上一层楼。这个我知道，鹅肝。对，我们用的是法国鹅肝。那个卤水啊，跟鹅肝本身独有的那个味道搭配得很好。那鹅肝呢，我们是用那个卤水低温60多70度，1个小时慢慢低温煮，让它那个鹅肝的入味。这个呢，真的就叫做齿颊留香。我在香港那边呢，有吃到啊，它的那个冻蟹，不过它用的是红花蟹，是在你们这边用的是？新加坡呢都是用黄膏蟹比较多。这个是有汁在里头的，这个是我们比较创新出来的，就是用那个八角啊、桂皮啊。12种药材特别去提取这个酱汁出来，然后配这个黄膏蟹那个膏香，特别有味道。当我吃这个膏的时候啊，有可能是因为加上那个花雕酒的关系，仿佛真的有那种大吃大闸蟹的那个味道。我觉得啊，吃这个潮州粥呢是封建游人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非常感谢你啊，让我对这个本地的这个吃潮州粥的这个文化呢，可以有更深一层的了解。做了那么多个系列的古早味蒸蛋哈，从来没有那么早的通告。现在时间呢是凌晨5点钟，然后5点钟鱼贩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是去鱼市场还是批发中心嘛？为什么来到一个工业区？因为我们在这边呢，可以找到新加坡唯一一个制作鱼饭的商家。来，要快点哦，因为老板我觉得他的货应该是要卖完了。你看，没有了，你看不了。你来对地方嘛？对吗 ？Hello， 老板是吗？为什么这么迟才来？所有的鱼饭都送出去了。哎呀，老板，我们做节目你一定有留给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很好。所以老板，这些就是鱼饭啊？是啊。这个是小梭冬啊？小梭冬对。这个是什么鱼啊？这个是色拉。色拉鱼。色拉鱼。这个是干網魚。干網魚。干網啊。
那是不是什么鱼种啊都可以拿来做鱼饭的？不可以。新加坡他们通常吃的鱼饭哦，除了这个我们传统的干蒙，还有色拉，还有昆令、吊颈，还有白肚啊，还有白肚，还有刷冬，还有银鱼。还有虾苗，也就是说那些鱼不能太贵的啦。对呀，不能用鲳鱼还是什么？不可以，那个是太贵了。哦，那要做成鱼饭的鱼哈，他们需要有怎么样的条件呢？第一，鱼要肥，肥的话，鱼它煮起来就漂亮，它的味道就香，是香味都有。第二，老人也好，小孩子也好，里面有那些幼骨哦，会啃在喉咙。是，所以那些也不适合。不适合。哎，这样的话，那个鱼一定要很新鲜，对吗？当然不新鲜不可以做鱼饭的。从鱼市场买回来了，我们就先洗一次呢，是洗掉它外面的那些小鱼鳞。洗了之后才撒盐，撒盐了下去最好能够停留10到15分钟。给它的盐它吃进它的皮里面，那么它煮下来的它这层皮哦很漂亮。啊，所以那个盐的作用不是来调味，而是要保持那个鱼的形状啊。对，我们是做批发生意嘛，是，都是一次一个胎嘛，所以我们排好了，它才下去煮。你们的水需要放盐吗？要，而且要放幼盐，因为粗盐它含有沙，那么他们拿去吃的时候就会吃到沙嘛。OK， 煮起来了之后呢，它还有那个肮脏的，我们要放在温水里面烫一下才拿起来。OK， 过水了，我们要拿起来吹风嘛，不可以超过10分钟，我们就要抹上这个菜油。抹上菜油的作用是不会脱皮了。就是说它的卖相也非常的重要。对啦，来，你们应该没有吃过鱼饭嘛，对不对？你吃吃看，你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那个盐真的有入味哦，很新鲜，鱼很新鲜。只是我有知道它的鱼鳞啊，很细的那个鱼鳞啊。对呀，没有洗到完全180%干净啦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吃法是一个很古早味的一个吃法了。需要加热吗？早上你买回家，在11点之内你吃没不用。那么你到了下午晚上的话，不然就去炸，不然就去煎。假设你用水去煮多一遍，鱼的腥味比较重。OK， 那老板是什么年份开始创业的呢？创业是我的祖父，我是第3代了。我的祖父是从1921年就来新加坡，他做了大概10年了，他就回中国了。那么我父亲就继续做有30年吧，就交给我了。你接手的时候是哪一个年份？你还记得吗？1970年了，鱼饭最旺的时候了，黄金时期是在89年到93年。我以前一天在煮还是2吨到4吨呢。哇！因为我除了新加坡，还有销到马来西亚。早年是一天产量3吨的，3、4吨啊。那现在呢？现在100公斤最多了。跌了。因为什么？巴萨的摊主跟捕捞鱼的人没有接班人，是顾客越来越少，一定要发展别的行业了。所以我就发展鱼盐鱼饼，跟印度食品哦。所以我的销量还不错了。现在这个是做多少算多少了。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生意的一个方法，就是与时并进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在那边原地踏步的话呢，迟早呢就会被淘汰。肯定淘汰。是，不然这样子啦，老板，我们就要跟你先预定哈，因为当我们在还原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鱼饭。好，没问题。谢谢你啊，老板。谢谢你。我喜欢你今天的装扮，我一看了就使我想起谁，你知道吗？红头巾，还有蓝头巾。那一边就是 Singapore River 嘛，这边是克拉码头嘛，对不对？以前呢就有很多那些船就是来到这边的。OK。以前有建了一个叫做 Allenborough Market， 也就是新巴沙。所以那时候呢就聚集了很多潮州人，有做小贩啦，有卖东西啦，他们就有把它叫成这个潮州巴沙。所以我觉得今天呢，我们来这个地方还原呢，对的地方啦。是。今天我要还原几道杂咸和配菜。OK， 杂咸有什么？所以杂咸我会做呢，就是炒菜脯丝，是。另外一个就是腌薄壳。Then after that 呢，我就会做配菜。OK， 那个配菜呢，我会做一个咸螃蟹，
做一个阿三鱼，还有另外一个鱼就是那个银鱼煎蛋，对，这3道菜。所以第一个，因为最耗时的，老板有说过了，需要5到6个小时，慢慢的焖煮的，也就是我们的阿三鱼。对，阿三鱼。像老板所说的，一竿子狼饵呢，在新加坡找不到的，说这个从马来西亚拿过来的，真的，昨天刚刚到而已。像老板所说的，它是 bum size。OK。所以我们会把它的肚子先清理，在它的嘴巴这边呢，把它剪一下，慢慢的让它肚子这样开，就你会看到它的内脏，把它拿出来，它的骨真的是很多。我们做鱼的时候，第2个部分当然会起它的鱼鳞啦，是，可是这次我们不会。那个老板有说啦，因为你焖煮到5到6个小时哈，对，它的鱼鳞骨头都软了，你可以把整只鱼都吃下去。对 ，OK， 现在呢，其实我们要把那个阿三鱼的那个酱做好先。是，我需要你帮我切那个南姜，蒜放一边。OK， 好。啊，这个是那个阿三 paste， 这整包你帮我加水，然后跟它搅一下，给它那个阿三汁出来。是，这个阿三鱼呢，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材料就是咸菜，把它震水一下，是，洗掉它的原味。明白，不能太咸。OK， 鱼已经准备好了。是，然后我也是看到你的材料在那边也是准备了。是，把那个材料爆香。是，然后呢？所以现在你要包鱼的啦。对，我要包鱼了。老板说那个鱼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头啊，它的身体包好。OK， 现在我把那个咖喱也酱进去了哈，把辣椒给放进去了哈。对，你需要炒多久呢？5分钟就行了。OK， 那个鱼也是包到七七八八了。现在你就可以把鱼放进里面。老板说呢，以前的做法有可能排到2层或3层。是，能炒好的辣椒就把它放在里面，就是覆盖在上面而已哈。对 ，OK。那个阿三汁就把它倒在里面，它的这个浓稠度哈，对，我觉得出来会很酸。可以加一点点的水，很好。阿三片，加一点点的酱油，加糖后放盐，刚刚好。我们要开火滚一轮先，然后呢就把它关小火，5个小时后再过来。阿三鱼我们放一边，等下煮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腌剥壳。是，剥壳我已经用盐水洗它了，然后让它震10分钟，它就把那个沙给吐出来。对，这道菜很简单，你只要辣椒、蒜头、小辣椒切它。Brian， 你可以帮我剥壳，放一点点鱼露。我可以感觉到这个是炸咸嘛，什么东西一定要咸的嘛。是。OK， 所以我就把它丢在里面。记得老板说这个要腌多久吗？不懂嘞，其实要10个小时。对，因为它是我们所说的生的东西嘛。我已经准备一个 batch 了。OK， 所以你现在是要给我们看这个步骤啦。对。OK， 另外一道炸前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炒菜脯丝。他说菜脯丝哈，就是条状的哈。对，开火放一点点的油，不需要蒜头还是什么的？不需要，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道炸咸。爆香它，放一点点辣椒酱，少许的糖。记得哦，煮东西的时候重要就是试吃，来试吃一下，够甜够咸，可以再辣一点，可以再辣一点。因为它的辣哈只是有颜色而已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很好，所以我们的2个炸咸的好了。Yes， completed 了，很好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煮的就是潮州粥，也就是我们的主角。对，老板说一定要用老米和杏，而且那个水啊是沸腾的，不是和室温一起开始煮的。对，所以那个比例呢，我们会老米1 ladle， 然后杏米呢，我们会用2个 ladle。2个 ladle， 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呢，其实就是一定要搅它。是。搅它，所以它的暗呢才会出来。我们可以做别的东西先，所以我们就做2道配菜：咸螃蟹还有银鱼煎蛋。记得老板说哦，螃蟹以前他们的做法呢，他们没有洗的，是直接丢进去里面给它腌。我觉得啦，卫生方面呢很重要的呢，就是要把它洗得很干净。然后我就会开始拍它。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洗呢？因为它也是有这些，它的这个 gill 假如没有真正的洗好，就是因为你吃的时候哦，你的喉咙会有一种痒痒的感觉。哇，你一讲哦，我的喉咙就马上痒了。来，可以帮我stir那个可以。老店家们都说哦，
这个米粒哈是不能烂掉的，对不能糊掉的。搅的时候呢，也要慢慢的搅。那现在呢，我就会来切它。它拌了哈，这样就比较方便吃哈。对，手洗干净了，放姜、蒜头、辣椒、酱青、酱油、花雕酒，也给它杀菌嘛，对不对？放一点点鱼露，搅一搅，放冰橱，5个小时后见。让我猜一下，你已经预先准备好了？对了，我已经预先准备好了。这个是我们腌过的螃蟹。哦，对，它那个肉原本是透明的，对，现在已经沾上了那个酱油跟酱青的颜色。对，所以我就会把它放出来，还得加上那个花生糖，对，那个焗油，还有那个蒜泥醋。对，我要刚刚给剁碎是吗？弄碎它。可以了，好聊了。我没有弄到很碎哈，因为我在想哈，以前呢应该不是那么碎的，也有一点口感。焗油、蒜泥醋，只要加上蒜泥醋呢，它就有那个所谓的潮州味道。对，最后呢，我会加香菜，完成。最后一道菜呢，我们就做银鱼煎蛋。看一下食材，蛋有银鱼、芹菜，还有一点香菜。OK。调味料呢，当然我们有一点点的 sesame oil， 是白胡椒 cornstarch， 一点点的，先把它打了哈。芹菜、香菜，帮我切它，然后把它加进去，还有银鱼，少少的盐。哇，好，加油。OK， 可以了，就。very nice。那个蛋的香气。对。等一下你要抛锅哈。希望不要 land on the floor。到了啊，可以吗？我会在后面再帮你接的。可以。OK。1、2、3。Oh yes, very nice。一点点小焦，不过呢，我觉得很有古早味。哦。刚刚好，不多也不少。芹菜 ，very nice， 万事俱备。我们要不要把粥把它倒进这个瓮里头？来，这个陶瓮啊，非常有古早味。说那个馍已经煮到有暗、有山、有海了，粥已经进那个陶瓮了哈。对，我们就要看你预先准备好的这个卤水哈。Surprise！ 哇哦！我们里面有猪头皮、大肠、小肠、猪肝、猪舌头、猪耳朵。所以那天你有跟那个店家拿他的100年卤水吗？有，然后我也是在里面加了一些工。好了，加上那个卤水。OK。哇，阿三米已经做好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摆盘了。好，摆盘走。很好。哇，我觉得好丰富哦，非常啊，真的。我觉得我们的制作组呢很用心啦，对，很多老店家所提到的比较难找到的东西，他们都找到了。我们先看一下比较罕见的杂咸，这个是黑橄榄，是贡彩，刚才我煮的菜脯丝、豆酱姜、酸甜小头，这个是酸甜姜片。除了这些之外呢，还有我们跟安哥拿的鱼饭，其余的呢都是你的作品。对，我们也呀，你看到吗？有这个凳子。那个店家不是说过以前他们就有 adapt 的那个派在下面。我们的制作组很可爱嘞，就拿了 plastic PVC pipe 切成一半然后用这种看起来好像 silver foil 这样的这个represent the rapper。对。当时的人呢？哇，来到我了。我们先看了这个粥了哈，粥有那个餡在里边。OK。对。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我蹲在新加坡河旁这里吃这个潮州粥，我就觉得小累了嘞。你可以做，那我也是做。不可以了，以前呢，他们就讲有2个原因的，一呢是有个人他们习惯性他们是蹲着来吃东西，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因为很多人来吃嘛，对不对？有可能那个凳子有点脏了，所以他们宁可就是蹲在上面。对。呀 ，OK， 我觉得你一定要先吃这个咸螃蟹，然后你要讲那个味道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螃蟹很新鲜，它的 soy sauce 全部都进入螃蟹还有螃蟹的甜味，还有我觉得带出那个香味，就是 peanut candy， 真的很特别。我要show你一样东西，1、2、3，你看到吗？所以桌面就会很干净啦。很干净啊。这个阿三鱼，哇，它整只还在嘞。
它很多骨嘞，你看，怎么都是细细的那个骨。如果你煮够时间的时候，它的骨吃的时候会融化。可能我们煮的不够久，如果煮的再久一点的话呢，就会变成好像沙丁鱼的那种骨。对，所以这是时间的拿捏。时间的拿捏。不过没有关系啦，隐隐约约呢，你还有那个咸菜的那个香气在那边。对，下一道我来吃看看这个薄壳，它的肉呢其实是很小个在里面，它其实就是很像在吃辣辣的那种口感，可是比较 soft 一点点的。盐鱼煎蛋，这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这个我喜欢，我觉得这个很有那个潮州粥的那个味道，因为尤其是油沾上啊那个蒜泥醋，对，这个卤水拼盘，哦，你的卤水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无论是炸鸡还有这些配菜也好，跟这个粥呢搭配起来呢，我觉得是个绝配来的，对，味道很丰富，有辣，有酸，有甜。然后做了这一集了，尤其是今天还原了之后，你有什么感想呢？当我在做这几道菜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可惜，为什么现在摊位上没有卖呢？我也是了解，所以当然我的感想是希望，假如我学到这些菜的那些做法，可以煮给我的 staff、我的家人吃，所以我们不会把这些古早的这些味道而忘记。是，而且可以传承下去。对，我们来欣赏新加坡河，一边喝茶。好啊，我觉得我应该炖了啊，有那个 feel 啊。OK，干杯 ，Cheers。